大家好，欢迎回到北欧老吴的频道。今天是会员专享的周末漫谈。那么我们今天还是延续我们上一周继续这个看图说话。那么我在这里要再次强调，我这里用的图形都是这位师兄或师姐叫萤石陪你禅中说禅，他在这个知乎上发表的这些文章里面带的插图。因为禅师原文里面，只有很少的一些插图。我们之所以用看图说话的方式呢，因为有一个图形来做辅助分析的话，可能更容易理解禅师原文里面的一些意思。毕竟他有的时候光看文字的话，可能是比较晦涩，比较难以理解。所以说，这就是我们借用一下，这个版权是这位师兄和师姐的。我们来看一下，这是第86课，走势分析中必须杜绝一根筋的思维。那么这是他的文字，禅师的文字，这是这位师兄或师姐配的图片。我们看一下这个文字，在一个大级别的中枢上移中，一个小级别的第三类卖点，唯一注意的就是这个卖点扩展出来的走势是否会改变大级别中枢上移本身。比如说这个大中枢上移是向上的，那么小级别的第三类卖点是不是要改变这个向上的这个走势？这里根据大级别的走势不难发现其界限，对吧？任何一个那个走势类型的改变，它都有界限的。从一个上涨的盘整走势类型改变成一个下跌，它都有界限。我们一直说，比如说三买三卖啊，比如说中枢的上沿啊，中枢的上沿呢，对吧？三买三卖的价格呀，都是你去这个都是界限，都是触发你来观察是不是上涨的走势类型要结束了，我要开始走反向了，对吧？所以说你一定要找到那个界限，找到这个边界条件。那么边界条件只是触发你要观察了，就是在你这个级别上要触发你来观察，是不是我这个上涨要结束了，要开始走反向了，对吧？所以说这个边界条件非常重要。因此，这种第三类卖点的操作意义，这个小级别的三卖就不大。关键是警戒的意义。如果是短线的短差，那也是小级别中的中枢震荡中来回操作，对吧？就是你在这个小周期里面，这里比如说有一个中枢，那么这个反弹没回来，这个三卖它不是跟它没有关系，因为它俩不是同级别的，所以说前面这个是这个借用这个中枢过来，那么这个反弹是三卖，其实还是二卖，是一个3+2的一个卖点。二卖是针对前面这个一卖来讲，所以这个卖点如果说出现这种情况的话，是应该参与的。毕竟二三买重合或二三卖重合之后的力度都是比较强的。一般在浪形里面，如果说是下跌的话，一般就是主跌浪；如果是上涨的话，就是主升浪。所以说，一旦出现2+3、二卖和三卖重合的卖点，那么这个时候其实是即使是这个级别是次级别，比如说我们这个周期是这个60分钟，那么这个三卖的话就是15分钟，或者说是30分钟，那么这个就是5分钟的，对吧？是次级别的，小级别比较小。但是针对这种如果说出现二三卖重合的这种卖点的话，我们也是应该参与这种小级别的，因为它后面的话有可能是力度非常大的这种下跌或者是上涨。如果说是在上涨中出现二三买重合的话，所以这就是即使级别很小，但是你也应该拿出一点仓位来参与这种，因为二三买或者二三卖这种出现的这个次数并不多，一旦出现了的话，它的力度都是比较强的。我们看这里，如果说短线的短差，那也是小级别的中枢震荡来回操作，因此这第三类卖点也只构成一个中枢震荡的操作意义，对吧？它如果说只是在这里中枢震荡，并没有改变这个中枢向上生长的话，所以说并不影响，那么只是一个警戒的一个意思。我们再看这个第二张插图，也是86克的二，在一个大级别的中枢下移中，其实就是跟刚才那个图形相反的。上一张图形是向上的，这个是向下的，对吧？一个小级别的第三类卖点，其意义就是这卖点是否让大级别中枢下移继续。现在这是大中枢的一个大级别的中枢，是不是要继续往下走？如果继续，那就意味着这里没有任何的操作价值。它所谓的没有操作价值，是对，因为因为禅师只是针对这个当时只是针对 A 股的一个这个股票来讲的，因为在 A 股里面是不能够做空的，现在是可以了，有一些股票你是可以融券融资来做空，但是呢，当时的时候是不能的。
所以说大部分散户只能做多，或者所有的散户只能做多，所以说对这个做多的话，这里是没有操作意义的。如果是卖空的话，那就是另算了，对吧？这第三类卖点的操作意义基本没有。如果说卖，大级别中枢都下移了，好的卖点估计都过去了 n 的 n 次方了，也就是说，市场已经给你 n 的 n 次方卖的机会了，你还没改正，那你大概更适合去卖豆腐了，对吧？所以说，不是说它开始走这个中枢的这个小 B 段的时候离开的时候，你再去割肉去卖，而是应该什么呢？而是每次反弹的时候你干什么去了，对不对？每次反弹的时候，你为什么不去减仓，对吧？不是说都开始要走离开了，甚至不背驰的离开。如果说这是进入段的话，你才想到去割肉啊，对吧？所以说是一定是涨的时候找位置去卖，跌的时候你应该是想着去买，你这样的话才不会追涨杀跌。所以说思维上一定要改变。我们再看第三张图，还是86克。在一个大级别的中枢震荡中，一个小级别的第三类卖点还是在讲卖点，就是这里它其实出现了一个中枢的一个扩张了。这个图一这里面，那么图二这里面的话是讲的一个第三类的买点，就是刚才这个就是一个回落没回到这个大中枢里面，出现了一个三买，其实就是一个一卖转三买这么一个模型，对吧？跟我们之前说的有这个三买转二卖，如果说这个上去没有突破一买的话，那就是三买转二卖，可以继续往下走，在这里做中枢，甚至往走反向也可以。那么这里的就是一个三买一卖转三买这个模型，这种模型一定要这个非常清楚，出现哪种情况，出现哪种可能，你在心里一定要一清二楚。我们继续往下看，其一就是这里是否延伸出大级别的第三类卖点，如果没有这种危险。本质上不构成大的操作机会，只是一个短线的震荡，对吧？所以说它这个就是这个小级别的三卖，能不能够震荡出大级别的这个三卖来？所谓的大级别三卖，因为这个级别是大的，那么它一次反弹不构成这个级别的三卖，需要两次反弹。这种图形其实很多的，尤其是这个中枢出现扩张或者扩展之后，那么这在图形中我们是见过很多的。那么这两次反弹一定要注意，这个才构成上面这个大中枢的三卖。所以说这个其实是一个知识点。那么这次反弹只是构成次级别的一个小三卖，你们要不参与，还是看你自己的一个操作级别。而且很可能一个小级别的第三类卖点后，反而延伸出大级别的买点，这在震荡中太常见了，对吧？这就其实是一个大级别的这个离开，然后再回拉，两次回拉之后出现这个三买，因为没回到这个中枢里面来，然后形成了三买，就是禅师说的，小级别的三卖之后，也就是说前面这个三卖，这个他说的三卖是这个小级别三卖之后延伸出大级别的买点，也就是说它三段反而构成了它上一个周期的一个三买点，所以这就是这个买卖点的转换非常快。但是呢，你一定要时时刻刻你在脑海里面一定要有两个周期，最少要两个周期。我本周期是什么？本周期里面这是一个这个三卖，那么我又往下走，出现了一个盘整背驰，那么这个的回落就构成了一个大周期的一个三买。所以说一定要注意，如果说出现的这个盘整背驰了，这个位置你还去杀跌，反而会正好在卖在这个三买点，也就是说三买的位置，你反而去割肉，那正好就割在了它要转势的位置。所以说呀，一定要不要去追涨杀跌。那么这就是禅师要告诉我们的。再看一下这个86克的最后一张图，在大中枢的小买卖点，那么这个就更复杂一些了。看一下。有一种买卖点往往具有大级别的操作意义，就是大级别的中枢震荡中次级别的买卖点。例如，一个5分钟震荡中1分钟级别的买卖点，就具有5分钟级别的操作意义。因为该买卖点后无非有两种情况，其实就是在这里禅师做了一个完全分类。这里有一个中枢，5分钟的一个中枢，然后开始离开，那么出现它的次级别出现了一卖。为什么说是次级别出现一卖呢？我们看这一段。其实就是次级别1分钟上有两个小中枢了，然后还带了一个小三买，那么这就是1分钟上的一个一卖，对吧？那么次级别出现了一卖，一卖之后，它开始要么是回来，不回到这个中枢就是三买，
可以往上走，或者说回来了，其实就是一个大周期的一个中枢震荡。我们继续看阐释的文字，一就是继续5分钟的中枢震荡，就是这样上去了，然后可以继续回到这个中枢里面来，那就是继续中枢震荡。第二种情况，刚好这次的次级别买卖点后，次级别走势构成对原中枢的离开后，回抽出第三类买卖点，对吧？其实就是针对这个中枢，你要先有一个离开，对吧？一个次级别的离开，然后还有一个次级别的回落，相当于要有2个次级别的走势类型，你能够看到，就有点类第一买卖点的样子。那第三类卖点就有新走势类型第2类买卖点的样子了，对吧？针对这个的话，它这个2类的买卖点其实是针对前面这个，如果说你当成1买的话，那这个位置其实就是2买。好的，那么的话，这就是第86课。第86课还是比较重要的，我建议大家还是自己通读一下，这样的话你可能有比较深的一个自己有更深的一个体会。好的，我们来看下一周。那么刚刚过去这周，大家也知道，周五的话一个暴跌。那么具体缘由，大家现在应该都比较清楚了。主要就是在过去这周啊，因为在这个月底是有这个 APEC 这个会议，那么好像是10月30号还是反正就是这个月底。那么在这个APEC 会议上的话，川普一直说他有可能要跟这个中国的这个习主要这个见面，他们有会谈，对吧？一直在跟媒体说这个事儿。当然他在自己的这个Truth Social 上也有说这个事儿。但是呢，过去这周中国又对这个稀土就是出了一些这个限制。尤其有一点比较限制比较大的，就是说，任何企业，它指的是任何企业，不单单是美国企业，所有的企业，如果说你购买了中国的这个稀土的话，即使是它的成本只有0.1%，那么你也要获得中国政府的许可，你才能够把你的产品卖给其他人。那么除了这个限制，这是这个比较苛刻的一个限制。然后呢，这个限制，出了这个限制，好像是在周3或者周4，或者这个反正是在这个交易周的这个过程中出现的，而不是在周五出现的。那么周五的话，川普或者他的这个幕僚，他们经过一番讨论，其实啊，这里面是没有对错之分的。对我们小散户来讲，这是2个国家之间的一个竞争，一个国运相争，对吧？那么不论是这里面也没有什么阴谋论了，对吧？因为是2个国家相争，那么各种手段都要用上，不论是你要竞争谈判的一个砝码，还是说是要真样怎样，那么我们无从知道，我们只知道这个在周五的时候，川普发了一个推文说，因为中国做了这么多的限制，那么我要跟中国继续贸易战了，要提高更大的这个税收，对吧？那么这个加大税收，那么造成了这个周五的一个暴跌。这就是周五暴跌的一个缘由。但是呢，他又跟记者说，那么记者又问他，你是不是要取消在月底这个 APEC 会议上跟习主席的一个见面呢？他说他并没有取消这个，他要we will see，他这么说的。而且中国的这个稀土限制好像也是从12月1号才开始。那么川普的这个加税呢，是从11月1号开始，所以其实都留了余地，可能就是为大家在月底的这个谈判可能增加一些筹码吧。那么，但是呢，他们这2个国家在这个互相的竞争，那么对股市影响也是非常的这个清晰的。那么周五的一个暴跌，那么周一的话不出意外的，亚洲 A 股可能也是会暴跌。那么这是2个国家在这个国运的一个角力上出现的这种情况。那么但是呢，过去这周并没有出任何的一个经济数据，因为美国政府还关着门呢。那么就是说下周这个周五的这个10月17号这个非农数据能不能够出来也不一定，因为这个数据应该是上周就应该出来的，对吧？现在唯一出来的一个数据就是这个小非农数据，也就是这个 ADP 数据，那个数据是远远的超过了预期，就失业人数非常多。所以说啊，那么在这个月底，
还是这个美联储，也就是应该是10月29号，一个周三，美联储又有这个利率决议了。那么我不知道这个这里有点阴谋论的意思，这个一直不让这个政府这个开门，就是恢复营业，那个恢复政府的这个职能，是不是也是想让这个数据一直都不出来？那么这样的话，因为现在市场上交易员也压住，10月底的这个美联储这个利率决议又继续降息的，现在这个压住在97%以上，要压住10月底继续降息。如果说没有这些非农数据，没有什么 CPI 数据啊，这些数据都出不来的话，那么美联储它没有东西啊，因为美联储他们只看数据，对吧？说了很多次，我们只看数据。那么如果说这些数据都没有的话，它只有一个 ADP 数据，那它没有办法，所以说它只能降。所以说不知道这些是阴谋也好，阳谋也好，那么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会继续看。周三，那么周二的话，这个鲍威尔出来讲话了，不知道他的讲话能有一些什么新的东西出来吗？我们要关注一下。那么周三 CPI，周四这个 PPI，还有零售数据，然后周五非农数据，所以这些都不一定出来，但是如果出来的话，那么肯定会对市场的走向，尤其是这个周五的一个暴跌之后，肯定是有影响的。那么现在风险或者说震荡开始加大了，那么我们大家需要这个注意风险。还有更重要的是什么呢？下周10月14号开始，那么开始这个我们一看到这个什么 JP Morgan 了，Wells Fargo，什么 Goldman Sachs。等到这些大的银行、投行开始出财报的时候，你就知道了，美国的财报季又要来了。虽然说平时也有一些个公司出财报，但是每一次大规模的财报都是这些投行来打头阵。就是你一旦发现他们开始出财报了，你就知道大量的财报就要开始了，财报季就要开始了。所以说10月14号开始，财报季就开始了，大量的公司出财报，那么这个的震荡是非常大的。那么如果说那个财报再加上现在市场的宏观面的一个震荡，那么这个市场你可想而知。所以说风险是因为很多时候，如果说没有什么震荡的时候，你反而不容易亏钱。一旦有震荡的时候，因为你容易这个追涨杀跌，或者说你买错了方向，那么你又买错了方向，然后仓位又控制不好，就很容易出错。这个其实是更好的办法，其实是不动。那么如果说你能够控制住的话，也是可以的。所以说下周这个风险大家一定要注意，尤其是如果说有你的这个持股的公司要出财报的话，需要关注一下。好的，我们赶紧来看一下这个图形，因为这个我最近的这2周啊，因为家里的事情，所以说都没有做这个直播，那么对大家有点照顾不周了。那么我们在这个周末的话，可以多谈一谈。那么下一周的话，还是不会继续这个直播，可能再下一周，我可能会开始这个直播。所以说在这里先这个做一下预告。那么我们看一下这个图形，先看一下标普。现在看的这个周期是月线，那么本月的话，虽然说现在是过了将近2周，那么这个月线是非常难看的。现在最高点6764.58，对吧？本月已经出现了这么一个有上影线，然后这个开始这个往下走延伸的一个状态。那么现在月线上还没有说出现包含关系，在月线上还没有包含。如果说月线把上一个月整个都吞没的话，那就会出现一个包含关系。现在月线上还没有出现顶分型，是否要出现顶分型，我们还要再等1个月，就看这个月结束之后。如果说打个比方，如果说这个月就是这样的话，那就看下一个月是一个包含关系的，还是说是出现一个顶分型的，对吧？所以说，在月上起码现在只是开始走坏，但是还没有出现明显的这个分型情况还没有出现的。因为任何的转折都需要顶底分型的，你没有顶分型，它完全下一个月还可以再破坏掉这个本月的这根 K 线，继续往上涨也可以的，对吧？没有人说不可以。所以说，在月线上没有这个信号，我们看一下次级别，周线上，那么周线上这是这个起涨点3491，A 中枢 B 中枢。那么这2个中枢高低点没有接触，一个趋势上。那么但是呢，我们看这个月这周的这个 K 线非常的这个杀的非常狠，直接把上一周给吞没了，看到没有？直接把上一周甚至是前3周都给吞没了。这一根 K 线吞没了前面3根 K 线的一个空间，所以杀的是还是非常狠的。那么在针对在周线上，我们知道
针对第二个中枢，我还没有出现3买或3卖呢，它完全是可以给你一次回档，不回来给一个3买继续上，对吧？所以说，或者说拉回来继续中枢震荡也可以，甚至砸穿它，然后给一个反弹，给一个3卖，对吧？这种情况都没有之前，我们先看是不是要回到这个中枢里面来，还是说给一笔回落。那么这就是我们这个通过大周期上来观察。那么因为这个顶分型，或者说你把它当成一个顶分型也没有问题，因为虽然说现在是一个包含关系，但是你如果说现在它是这么一个状态，对吧？但是如果说你把它当成这么一个顶分型，也是可以的，其实，只不过就是它的高点有一点变化而已。那么如果说是这种顶分型的话，那就是一个强顶分型。强顶分型跟弱顶分型，我们说过很多次，只不过就是强顶分型它生长出一笔回落的可能性更高一点。那么弱顶分型它也可以是，比如说也回落的这个一笔，或者说不到一笔，只有4根儿，那么直接继续往上走也可以，对吧？所以强顶分型和弱顶分型，就是这个强顶分型更容易回落出一笔，因为它的力度大嘛，对吧？它的力度大，说明这个下落的意愿更强。那么这里我们需要参考一下它的这个次级别，看一下内部的一个结构，看一下日线上，这是我们之前一直跟踪的这个4835，这是进入段一个中枢，然后开始离开，所有的这个后面这段全都是离开，对吧？我们之前也是比较过这个空间的，现在再比较一下，刚好是顶到了0.618，也就是说这段上涨的空间跟前面比较的话是这个0.618这个位置，还没有到等比例，等比例在7192，对吧？它杀到7192是跟前面这个空间是一致的，所以说，那么这里出现掉头了，说明被持了。好的，这就是利用空间、利用中枢来分析，离开段和进入段是不是有背驰。那么有背驰的话，它就要这个掉头来这个做回撤。如果说要回撤的话，我们也是从这个起涨点5943要测一下它这个回落的这个空间，是不是到这个0.382、0.5、0.618，对吧？到了这些位置之后，它更容易得到支撑。到哪个位置，具体到哪个位置我们不知道，需要去慢慢去跟踪它。那么到了这些位置，然后又有底分型，对吧？然后你还要结合它的次级别双触发嘛。底分型先触发你观察，就是这个界限，一个临界条件，就是我们刚才看阐释那个文章，从一种变化转换成从一种下跌转换成上涨的时候，它一定有一个界限或临界条件的。那么这个底分型就是它这个条件，一个下跌要先有底分型，才有可能转折上涨。出现底分型了，只是触发你来观察。为什么说只是触发呢？因为它可以是一个中继的，可以继续向下。你怎么能够更好的判断？这就是我们上一课讲的那个，跟大家分享的那个看图说话，对吧？看它的内部结构是不是里面有背驰，是不是有一个中枢、2个中枢，对吧？一定是多周期结合的。好的，这就是要观察它下周到哪个位置，然后再具体的这个做跟踪。那么这就是这个更小周期我们就不看了。那么就因为现在这个日线上已经杀得太狠了，那么大概率起码要先踩一下这个0.382之后再看。那么我们这个均线的话离得比较远，120天、200天，你看120天在0.618这个附近的，如果杀到这里再回弹的话就比较深了。如果说我们也可以看一下小周期吧。如果说这个小周期如果说有任何的反弹的话，先减仓，就是也就是说，现在是看的周期是日线，那小周期上应该给一个1小时有一个2卖，我们看看1小时上，那么1小时上周五的话是一笔就下来的，直接跌破了2根均线，再往下看，看15分钟上有没有中枢，对吧？15分钟上也没有，这个中枢是5分钟的，这2个小中枢是5分钟的，看这个周期5分钟上，这里有一个5分钟中枢，这里有第2个5分钟中枢。5分钟上已经有2个中枢了，但是5分钟上有2个中枢，那么它这个离开还没结束，也就是这个小离开段我们再看一下1分钟上，也就是说这个离开段1分钟，哎，1分钟上又有一个小中枢，而且在1分钟上还给了一个小3买，一个小3卖，它这个回去刚好没回到这个中枢里面，形成了1分钟图形上的一个3卖，然后又打了一个低点。所以说你会发现，跟我们刚才学习的这个看图说话里面一样的，5分钟上是什么结构？然后这个是在中枢下移，
然后1分钟上又出现了一个这个三脉，1分钟上这个三脉对这个做多的人是没有参加意义的。但是如果说你能够做空的话，那1分钟上这个三脉你也是可以参与的，因为它只是让这个向下这个延续继续而已，也就是说让5分钟的向下继续延续。所以说在5分钟上这个离开段内部还不够饱满呢，它需要再出现2个小中枢之后才有可能结束这个离开，那么会给一次反弹。但是如果说这个反弹不回到这个中枢，那还是一个5分钟上的三脉，还可以再跌。如果说出现了盘整背驰了，那么这个位置我们是可以参与的。但是如果说出现三脉了不背驰，那可能有5段，对吧？这就是在5分钟上。所以现在观察的重点就是5分钟结合1分钟，一定要注意，因为它下跌的非常快，就是用的小周期开始，1个中枢、2个中枢很快的往下走。那么以这种快杀的模式，你只有快杀才能杀下来，因为前面再回到大周期上，前面这里涨的是非常慢的，因为牛市的节奏就是快跌慢涨，一定要注意。牛市的节奏就是快杀，所以只有这种快速下杀，才能把这些恐慌盘呢，这个不坚定的人都给杀出来，对吧？你不恐慌的话，它是不会卖的。所以说牛市的节奏一定是快杀，但是呢，你不要等到这个跌到这个0.32了，或跌到0.5，开始有可能转折的位置，你才去做减仓，而是应该在比如说5分钟上三卖的时候，比如给一次反弹，这个先减一点，然后比如说这个出现盘整背驰了，那么都会给一个小3段的一个反弹，那么这个反弹就会构成什么呢？这个反弹就会构成1小时的那个二卖，那这个位置要多减一点，就是每一个周期的小的反弹你先减，前面这个1分钟的反弹三卖先减一点，后面又有2次机会让你去做减仓动作。如果说这个不背驰，那你当然可以多拿一拿了，对吧？那可能有5段才结束这个1小时的这个二卖，这是1小时，还是1小时那个二卖。那么你每一次，如果说这段不背驰，这段要关注；如果说3跟1比较不背驰，你当然可以多拿一拿，然后等待是不是5段之后再结束。就是说这都是一点点跟出来的。但是现在这个情形的话，一定要抓住，比如说这个1小时上大周期上给你一段反弹，你也可以利用黄金分割测一下。打个比方，如果说这个是1小时的最低点的话，看它这些反弹到这些位置，都是你要减仓的时候，因为它完全可以再给你一次快跌不背驰，那后面就更深了。就是每一次反弹，现在这种情况就是每一次反弹先减仓，对吧？你只有把仓位减下来，那到了这些可能的止跌的位置，你才能可能加回来呀，对吧？你这样的话，这个节奏才是对的。好的，这是针对这个指数我们讲的比较多了，然后看一下，大体的看一下现在这个关注度比较高的这些，先看一下这个以太币，因为大家关注以太好像关注的比比特币更高。那么以太币图形上其实很清楚了，在这个位置的时候，反弹的时候我们说过，它2次反弹，然后还有一个趋势线。它虽然说是突破了一点点趋势线，但是并没有突破前面2个小高点，只是在这里做了一个反向中枢，然后就继续往下走。所以说结构上是一点这种下跌的可能性，我们在上周或者在很早之前就已经分析出来，有这种可能性了。这就是缠论的不测而测，完全分类。对吧？任何一种情形，你走到这种的时候，它没有突破前面2个高点，然后它的内部这一段的内部里面肯定是饱满结构的，或者说有背驰的时候，你就应该减了，而不是说等待它下来了我才问我，或者说问自己，我为什么没在这个位置减仓啊？对吧？所以说不要等到下来了我才去减，而是在它反弹力度衰竭的时候，你就应该出现减仓动作了。那么现在的话，看一下这个进入段跟离开段，也就是说，针对这个中枢，我们可以把这个中枢拖过来。我只看这个4955.9右侧的这个结构，那么它有进入段、离开段，哎，刚好这个上周我看这是哪天？周五刚好是踩到了一个关键的位置，1.618，看到没有？也就是跌到这个位置，跟前面这个比较的话，是前面的1.618倍这个位置。所以说也是一个关键的技术那个位置吧，刚好也是这个120天也在这个位置，是踩破了120天，现在又往回拉。我们也可以看得更细一点，
这个离开段的内部，先看一下4小时上，4小时上没结构，一笔就下来了4小时，然后看1小时上，那么1小时上有结构了，这是1小时的中枢，前面是这里是一个1、2、3进来，然后开始这个2次反弹，就是这样，然后2次反弹构成中枢，然后又1次下，对吧？现在这次下之后还没有结束，那么我们目测的话，这个下的动能是非常强的。那么这个我画的这个小中枢是更小的周期的15分钟上，也就是说这段离开它现在是处于15分钟的一个中间段。其实这个跟它之前那个走势很像，15分钟没有选择方向，那么它可以往上走，也可以往下走。那么更大可能，当然这是我个人倾向的话，可能往下走。但是这个都是我们之前其实说过，比特币有一个类似的一个这个中心段，也是15分钟，15分钟让它可以快速往上拉的。先来一个1小时的，给你1次反弹的，1小时先给你1次反弹，回不到这个的话，还是1小时的3卖，可以继续往下走，或者说给你一个2买，再弹1次，然后再下去也可以的，对吧？那么这样的话，你就去测一下它可能的这个反弹的位置，对吧？但是呢，因为它这个杀的是非常快的，在周五啊，我看到新闻里面也说，很多人都爆仓了，玩这个比特币啊，玩虚拟币的。那么，因为我建议大家，如果说你要玩这个比特币或者虚拟币的话，只玩 ETF，对吧？那么你不要去玩合约这些，因为带杠杆的这些的话，很容易被干爆，尤其在这个快速波荡震荡的时候，很容易爆仓的。所以说，你要是看好这个虚拟币、以太币啊、比特币啊，你就去买它的 ETF 就好了。这是针对这个以太币，然后看这个比特币，其实差不多的结构，但是呢，明显这个比特币的这个下跌没有像以太币那么猛，而且这个比特币是打了一个最高点的126296，它这个结构是相当饱满的，从这个上涨，这里是一个中枢，然后上去又出现第2个中枢，然后打了一个高点，出了最高点之后，相当于一个2个高点要接触的一个升级之后的一个盘整上。那么我们看它现在的这个结构啊，也是杀回到这个中枢的下沿这里来了。如果说从这个位置断开，可以这里走反向的，也就是说这里是这个短期的一个高点的话，这里一个反弹可以这样继续往这样走，对吧？那么当然这段要先结束，我们先看一下它这段的内部，它也是踩到了200天均线这个附近，对吧？也是107000，也是一个整数。那么踩了一脚这个，弹了一下，看一下它的小周期上，4小时上，它跟刚才那个以太币就不一样，比特币的4小时是有中枢的，看到没有？它是带中枢下来的，所以说它明显防御性或者说它抵抗性比这个以太币要强，毕竟它的盘子更大一点，对吧？所以说它是有抵抗的，不像那个以太币是一笔就下来了。那么这是4小时带中枢，那么4小时有中枢，进入段离开段，明显离开段不背驰啊，明显这个空间大，不背驰，对吧？那么现在这个笔反弹还没出现，那么要看一下这一段的内部，就是这个离开段的内部，看一下1小时上，1小时上还是一笔没中枢，这个还是次级别的15分钟上，也就是说现在看的周期是15分钟，这是1小时那个离开，那么还是一样，它这个15分钟没有方向，它必须要选择。要不快速往上拉，要不往下砸。它之前其实是出现过类似情况的。我们看这个，我们之前分析过的一个位置，就是这里。在这个位置的时候，当时也是一个15分钟，我们可以看一下15分钟。当时可能是2周之前，我在这里做分析的时候，就在这儿，就在这儿。我当时说啊，我个人倾向它更可能往下走，这都是个人倾向，对吧？一定是我当时也说，任何人的预测都没有意义，不要听任何人的预测，你就一定要根据当下图形的表达，当下图形的这个是怎么选，我不知道市场怎么选，我只是个人倾向，对吧？你个人倾向不能代表市场的选择。那么它这里你看一个快速往上走，然后还给了一个300，对吧？这就是市场的选择呀。市场它要怎么走的时候，它会告诉你的，不需要你去预测的。所以说，那么在这个位置出现了一个15分钟震荡中阴段，它之后是出现了一个300，告诉你，哎，我要往上走了，往上选了。所以说你肯定是出现300之后要变方向了，你不能说我在这里个人倾向的下跌，那么它只能跌，对吧？不能涨，那这就是你的个人喜好，你不能把你的个人喜好当做市场的选择。所以说我们不需要去预测，而是只是应对
市场怎么选？同样的回到这里，这里它没选，对吧？可以往下选，也可以快速往上选。那么快速往上走的话，也是跟刚才那个一样，一定要出现有力度的上拉才可以。所以说现在是没有方向，没有力度，那就等到市场选择就好了。所以说你如果想买的话，现在一定不要着急，觉得哎呀跌差不多了，要可以买了，一定是等待市场选了，它完全可以继续往下跌的。这里震了一下15分钟，可以继续往下走，对吧？你买在这里，那你就买早了嘛，对吧？因为它这个，如果说真的往下走，空间打开的话，那可能大周期的回落。那么我们看一下大周期上，月线上，因为月线上是一个 A 中枢、B 中枢高低点有接触，这是一个扩张的。那针对第二个月线大中枢的话，它完全是可以一个月线的一笔回落。针对这个的，可能形成一个三买，然后再往上走。但是现在这个周期是月线哦。如果说月线上出现回落的话，那可能要到96788了，要跌破10万之后，可能有一个这个支撑，或者说甚至到87000，那就更深了呀，对吧？如果说那样的话，你着什么急呢？对吧？如果说是它要走月线的这个回落的话，甚至是拉回到月线这个中枢也可以，那甚至要去7万了，6万9、7万，所以这个空间就大了去了，所以不要着急，一定要等它这个企稳之后。这是针对这个比特币。那么我们再继续往下看，这个英伟达。那么英伟达的话也是，其实，那么英伟达，这个结构的话，现在在日线上其实就是围绕最后这个中枢在做震荡。看一下周线上，那么周线上针对这个第二个这个大中枢起涨点在10.8这个位置，10.81在这个价格大家都比较熟悉。针对这个是进入段，然后周线上这个大中枢，那么现在就是针对这个离开，它还没有回落，这里有过回落，但是不够一笔。它如果说有一个回落的话，针对这个不回来还是三买，回来就继续中枢震荡。那么你也可以一样测一下，看它能不能够到这些位置，对吧？那么这就是在周线上。那么日线上呢？因为这个日线最后一个中枢还没有杀破的，对吧？它完全是可以在这继续震出9段来也可以，然后选择继续往上走也可以的。所以说现在它只不过就是要再回到中枢里面来继续震，这里还有一个中枢中轨，你可以用来辅助判断它是可能往下走，还是说是踩一下中轨往上走，对吧？利用这个中轨来判断这个震荡的这个力度。所以说，针对英伟达的话，就是利用最后这个中枢做中枢震荡的一个操作策略就可以了。再看一下 AMD， 那么 AMD 的话，上周我们这个在这个位置的时候，刚好是那个频道里面这个朋友，应该是秦朋友问的这个 AMD，希望你是一直，因为我是一直这个不去做 AMD，因为这个我是每个板块只做龙头，所以我的建议是不做 AMD。但是如果说你个人做了的话，那我恭喜你，这个大的20%-30%的一个上涨，你如果说吃到的话，那非常好，对吧？我们看一下它现在这个图形。也是一样，月线上它其实是，我们把这个周期给它调整一下，这都是次级别的。那么月线上它其实到这里了，最高点已经出了最高点240了，对吧？那么但是即使是月线上你到240了，你还是没针对这个中枢没有三卖或者三买都没有，它可以是回来一次给个三买，然后再上也可以，甚至是再拉回来也没有问题的，对吧？你是不能够预测它是怎样一个走的。那么我们现在关注的就是这一笔内部结构，周线上三段，1、2、3。但是这个第三段呢，我们看一下裸 K， 它这个有2根 K 线有包含关系，最后这2根最下面这2根 K 线有包含关系。如果说包含处理的话，它现在只有4根 K 线，不够一笔。但是因为它这个周期比较大，5根 K 线你可以当一笔先用着，对吧？那么当一笔用着的话，如果说周线上如果给一次回落的话，因为它这里有一个大缺口嘛，如果说给一次回落，因为它这个1、2、3面3是短的，如果说要回落的话，那就是背驰了，就是第三段有背驰了，那么可以有一次周线上一次大的回落。那么说周线上给一次大的回落的话，那空间是比较大的，对吧？然后看这个周线的回落的位置能不能碰到前面这个，碰到的话就是构成中枢，可以继续往上走，或者说给一个三段构成3笔回落，构成什么？我们刚才已经说了，这个是
相当于一个呃本周期的3笔回落，在大周期上它是月线上那个3买呀，因为月线上下面还有个大中枢呢，对吧？所以这就是周线上的变化，它在上一个周期意味着什么？那么看一下次级别最后这一笔，针对最后这一笔的话，这是起涨点，只有一笔呀。现在日线上是有一个顶纹形没有问题，对吧？下面是有一个中枢，但是这个中枢是1小时的中枢，我们之前是看过，而且这个中枢还是9笔升级的。那么这个震荡是够9笔的，大家自己可以数一下，是9笔升级之后，然后现在上来，然后现在是1次回落，现在是2次回落。如果说2次回落结束，当然它也可以跌破前面这个低点。针对下面这个1小时中枢还是3买，这是在1小时这个周期。如果说它这样走的话，3段回落也可以，那么这样的话就构成了日线上的那个一笔回落。那么这个位置还是3买，我们再回到日线上，这个位置还是要去做买的位置，因为它这里其实是有一个日线上，这里还有个中枢呢。你如果说借用前面的中枢，这样你借用这个中枢的话，它有一次回落，没回来这个还是3买，也就是说从76.48在日线上这个周期，这就是同级别分解和非同级别分解2个周期、2个级别，就是2种分析方法，你看你怎么用。是只用同级别分解的话，就是看中枢。那么在这个上面，我就是以76.48作为起涨点，进入段构成中枢，离开没回来3买，对吧？那么这个回落在1小时上，它起码就有3段。也就是这里可能有3段，有盘整背驰，甚至有5段也可以，对吧？不知道有多少，但是你要去慢慢的跟踪。所以说有回落的话，看它怎么选。但是它在1小时上的话，我如果说用同级别分解，也可以是2次回落。针对它的话，还是3买，它可以先在1小时上先完成这个结构。就是因为结构或者走势都是从小慢慢生长到大结构的，在小周期上它的变化会对大周期有改变，但是它从小周期开始演变的，所以说你一定是小周期大周期要结合起来。好的，这是针对这个 AMD。再看这个 Palantir 的话，我们上周是分析过这种情况。如果说你复习一下我上周分析的这个 Palantir 的话，我说了，当时也是它出现了一个非常强的顶分型，对吧？强顶分型在这个位置，那么这个顶分型意味着更容易出现一笔回落，但是呢，它也是可以选择先给你一个反弹，小周期上一个反弹，不突破前面这个第2元素度高点，出现了一个次级别的2卖之后再下来，它是不是这么走的？我们看一下，对吧？所以说市场怎么选择都是对的，你一定要怎么千变万化，你都能把它分辨出来。那这样的话，你就会做好一个，你不能说啊出现了顶分型、强顶分型，我只看下跌，就不能够有反弹。那你的这个操作，就是不全面的，对吧？起码是，一根筋的思维，这就是跟禅师刚才说的，我只是一根筋的觉得它就确实最后往下选了，但是如果说在这个位置你追进去做空，那么这段的反弹，如果说你仓位又比较大，又上了杠杆，你是扛不住的，很有可能你搁在了这个位置，你一搁，啪，它下来了。所以说啊，一定不要一根筋的思维，而是去当下应对。那么在次级别出现一个2卖，那么现在的话，可能大概率要先跌破这个170，跌破170之后，这里就有日线中枢了。那么出现日线中枢之后，看它是不是在这里继续震，还是说直接3段就可以完事儿了，也可以。那么可以继续往上走，对吧？所以这就针对这个 Palantir。这是这个，我们再看一下特斯拉。那么特斯拉的话，结构其实也比较简单。从这个起涨点214的话，这是进入段，然后在这里震，它这是7笔不够9，那么直接就上去了，刚好是顶到了等比例的位置，是我们上周测过的一个位置。从这个214.25进入段跟这个离开段比较一测，我们测到了468，刚好是等比例。那么它到了等比例之后开始出现回落，现在回落的话也构成了一笔，那么回落的话离这个0.018已经很近了。然后看一下它的小周期，在这个做这个视频之前，我已经自己看过，这个特斯拉明显这个回落已经相对的比其他的这个回落的早，就是它调整的早。我们看它的结构，进入段2次反弹，3次反弹，而且是，然后又来1次下跌。然后我们再比较这个1小时上的这个进入段跟离开段，明显是短的，对吧？这段明显短，0.018的位置。
现在离这个120小时均线，200小时均线还有比较近，而且这段内部我们看一下，如果说出现，因为它回落已经够一笔了，在日线上，看一下最后这一笔。那么现在看的周期是1小时，看一下5分钟，5分钟也有结构，一个1、2、3，然后开在这里震，对吧？5分钟有中枢了，而且吧，你看它最后这个离开这里，明显这个 MACD 没有像前面这个面积非常大，对吧？而且扎得很深，你看这里明显背驰了呀。5分钟上起码是要有反弹了。如果说能够快速突破这个5分钟中枢的话，往上走，那就要走反向，意味着这个日线上这笔回落有可能要结束了。你也可以等一个日线上给一个底分型，也可以，对吧？那么因为这笔回落针对下面这个中枢还是300的，它还可以继续往上走，所以这个明显我看了一下，特斯拉的调整比其他的这个股票早，尤其跟这个什么英伟达、AMD 比较的话，对吧？这刚开始调整，那么特斯拉已经调整了已经5、6天了，它调整的比那些早。那调整早的话，当然也可以早结束了，对吧？就是这个特斯拉的话，我们要关注一下下周是不是调整之后可以走反向，这个可以稍微的关注一下。好的，因为的时间关系，我们今天就分析这么多了，再见。